印军1号人物乘飞机坠亡。而早在1年之前，局座就预言了今天发生的事情。不得不说，风刃已久的因果律武器，如今又再现了它的锋芒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根据印度官媒昨天的消息，一架印度空军的俄制米17直升机在印度境内执行任务时坠毁，飞机上载有印度军队1号人物、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上将及其数名随行人员。飞机飞抵深山上空时突然坠毁，飞机也因为燃油泄漏而燃起火。随后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，对伤员进行了救治。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被紧急送入医院。据称，送入医院时，比平拉瓦特上将80%全身重度烧伤，生命垂危。经过印方医院的紧急抢救，比平拉瓦特在当天晚上不治身亡。比平拉瓦特作为印度军队高层的核心人物，对中巴多次表现出强硬姿态。2016年上任印度陆军一把手，开始在印巴中印边境频频挑事。此人于2017年在洞朗地区无端派遣印度军队进入中国领土挑事，同时还叫嚣称印度可以同时应对中巴两国和国内反叛势力的进攻，打2.5线战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2020年，他升任印度军队一把手，对中国表态更为强硬和狂妄。在上个月公开大放厥词称，印度的头号敌人就是中国，如果能够争取到美俄的支持，印度就会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动用武力，可见其是一个铁杆的反华派人物。不过，他是永远也等不到中印开战的那天了。比平拉瓦特死后，有人在局座发表的微博中发现，局座曾经精确地预言了此次直升机的坠毁事件。微博的日期是2020年的7月4日。当时，印度总理莫迪携比平拉瓦特乘坐直升机，亲自前往中印边境一线进行督战。局座对此表示深感震惊，印度高层是乘坐直升机去的，还有印度军方1号人物、国防参谋长陪同。不得不说，印方胆子真的是非常大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要知道，印度空军在过去的几十年坠毁了1000多架飞机，当然肯定包括直升机。局座的这篇微博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热议，相关的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。不少网友表示，局座的预言又一次成功应验了。因果律武器又一次再现锋芒。局座张召忠是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评论家，海军少将，以前电视上和网络上都能够经常看到他的身影。他点评中国军事实力的解读往往是虚虚实实且富有娱乐色彩，因此被广大网友称为战略忽悠局局长，简称为局座。而局座张召忠也把自己的微博名称改为局座召忠，短短几年间吸粉超过1000万，可见局座在军事方面的影响力。局座的拿手好戏就是所谓的因果律武器。因果律武器是一个科幻的概念，通俗的讲就是一种预知未来的能力，能够准确预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局座预言比平拉瓦特直升机坠机，并非是其第一次准确的预言，之前他的种种预言都被日后证明了。因此，网友戏称局座动用了因果律武器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局座的预言都有哪些是真的成功应验了。1. 日本 F-35 坠毁。2018年6月19日，有网友在局座微博留言称，日本的 F-35 战机下线了，局座赶紧使用因果律武器让它坠毁吧。随后局座回复称，这飞机存在问题，飞行员开一会儿就犯迷糊，掉下来就是分分钟的事情。结果在1年之后的2019年4月10日，日本空自的一架 F-35 战机起飞半小时彻底失联，最后确认坠毁。日本官方给出的答案是，飞行员迷糊了，分不清海上和空中，也就是所谓的空间迷向，导致飞机最终坠海。这和局座之前的预测不谋而合。2. 预测印度航母起火。2013年8月16日，局座参加军事节目《军情解码》时爆料，印度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海试的前一天，有媒体询问局座有什么看法，局座表示没啥太大期望，只要不起火就行。结果第二天，印度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海试突然起火，8个锅炉烧坏了7个，损伤严重。这是战忽局的成名之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后续印度总结经验教训时，竟然抱怨因为中国的耐火砖不耐烧，
才导致航母锅炉损伤，不得不说令人啼笑皆非。3. 预测英国航母事故。2017年7·7事变纪念日当天，局座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文预测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的主动力轴可能存在问题，估计2020年前都弄不好了。5天之后的7月12日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正在试航途中，主动力轴出现异常，发现了金属碎屑，因此海试任务半途而废。以上3个是局座英国绿武器成功应验的一部分，其他还有诸如预测特朗普、文在寅当选、南海局势、印度发射探月火箭失败等，都一一成功的应验了。限于本文篇幅的限制，虎妞不再一一赘述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只要局座一发功，必然应验。不过这只是网友的调侃罢了，如他曾多次提及过印度航空工业基础的薄弱和缺乏技术人员，对飞机的保养缺乏有效的维护，这也是印度经常坠机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因此局座成功预测印度直升机坠毁便是偶然中的必然。局座的预测来源于他丰厚且扎实的军事理论功底，通过表象看本质，并且运用经验和理论对未来进行一个判断，才能有次次严重的强大战绩。